这是中华虎杨建平最霸气的一场比赛，征战美国拉斯维加斯，暴揍美国选手，在美国人的地盘上扬我国威，彰显中国力量。作为中国搏击界的顶尖高手，杨建平大赛经验相当丰富，诸多来华挑战的外国高手都被他斩于马下。尤其是面对小日子选手，那绝对是能打多狠就打多狠。杨建平的比赛为大家展现了极致的暴力美学，擂台上如猛虎下山，凶悍霸道，超强的爆发力犹如视觉盛宴，因此拳迷朋友送他一个中华虎的称号。此次杨建平赴美参赛，他的对手是美国本土格斗冠军凯文·米歇尔。由于杨建平知名度极高，当晚观赛的华人极多，于是凯文就扬言要一回合 KO 杨建平，要打脸现场所有的华人观众。这小子仗着在美国主场赛前狂妄自大，侮辱中国观众根本不懂综合格斗，声称在综合格斗的领域没有人能跟美国人对抗。如此狂妄的言论成功激怒了杨建平。中华虎是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美国佬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国力量。长按点赞为杨建平加油助威。比赛开始，杨建平大摆拳开路，紧跟着低扫进攻，美国选手直接被踢翻在地。杨建平抓住机会迅速压境，拿到上位。凯文的反应也不慢，双脚搭扣锁腰，双手死死地固住杨建平的脖子，以此来阻止杨建平做地面砸击。但他还是小看了杨建平揍他的决心，即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还是不断出拳砸击凯文的脑袋。这时裁判看不下去，出面阻止，两人以同样的姿势回到擂台中央继续战斗。是获得了全胜。在赛前我和这个杨建平已经交流，他说我在比赛我看过他的视频，他的比赛所有比赛当中获胜的记录全都是他采用的是地面技的技术，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这名选手地面技的水平比较高。这是杨建平第一次来到世界搏击之都拉斯维加斯来进行 MMA 的比赛。MMA 的竞赛呢，我们看到更多的选手喜欢采用这种地面技。凯文被压在身下不断挣扎，企图摆脱控制，结果却遭到杨建平的无情阻击。中华虎抡起大摆拳，疯狂地朝凯文的脑袋砸去，每一拳都势大力沉，打得凯文抱头防守，狼狈不堪。台下的美国观众万万没想到，自家选手一开局就遭到了迎头暴击。裆部和后脑不允许击打，同时还有一个就是3点支撑，就是两腿或者一个手支撑地面的时候，不允许你的腿击打对方头部之后。一顿暴揍之后，美国裁判又介入了比赛，台下的华人观众举着5星红旗欢呼不断，为杨建平加油助威。看到这种断头台的锁喉技术啊，包括手臂十字固的这种锁肩的技术啊，是吧？但是观众朋友们更愿意看的，现在躺在底下的呢是美国的凯文。现在杨建平想摆脱对手，想抽身，把手臂伸出来之后进攻。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凯文米歇尔这采用地面的防守技术啊，而现在杨建平的爆发力实在恐怖，眼看对手久攻不下，直接提起凯文朝着地面砸去。美国选手的防守因此被破坏，杨建平抓住空档进行地面砸击。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杨建平的教练这个江华说：“这不因为你占据场上升位的这个其中的这种优势嘛。”这个 MMA 的比赛规则是打3局5分钟，就是每一局5分钟，要打3局。这是我们从比赛的时间上，在进攻的技术上，双方有巨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也不认输，我进攻在地面上。此时凯文试图起身，不料杨建平根本不给机会，连续不断的重拳朝着对手的脑袋疯狂砸击。杨建平完全把对手当成了沙袋，凯文被打得狼狈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也听到这个江说要锁对手，要赢得更加的精彩。毕竟杨建平是世界自由搏击冠军，他以前是和这个周志宏在这个湖南的拳击队训练，以后跳到了陕西散打队
练3。就这样，杨建平开局就猛攻猛打，凯文被按在地上暴走了1个回合，直到第1回合结束，凯文才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世界自由搏击的饭店。短暂的休息过后，比赛进入第2回合，杨建平出其不意低扫进攻，直接将对手踢翻在地，紧跟着就按住凯文开始新一轮的暴揍。美国选手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一番狂猛的输出直接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顶点，台下的中国观众欢呼不断，实在是霸气十足。但凯文的抗揍能力确实不一般，被杨建平揍了这么久，竟然还能顶得住，不难看出这小子也是个狠人。杨建平一番爆炸输出过后，准备趴在对手的身上缓一缓，但裁判却不给他休息的机会，于是双方重新回到站立对抗。殊不知这才是杨建平最擅长的领域，凯文根本就占不到丝毫便宜，被杨建平的重拳重腿不断压制。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他的全面性还展现在他的拳法和自由搏击的这个力量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MMA 的这个凯文举着拳头想要进攻，不料被杨建平摆拳迎击砸了一个趔趄，杨建平顺势锁住对手，一个背摔将凯文再次带入地面。可以想象接下来又是怎样一副残忍的画面。杨建平无论是力量还是地面技术都足以吊打美国选手，凯文只能做好防守，避免被杨建平降服。但杨建平毕竟有上位优势，只要抓住空档就是猛烈的进攻，凯文被打得相当痛苦，只能苦苦招架。而杨建平也压根没想这么快终结对手，还要用绝对的实力碾压凯文，狠狠地打脸现场的美国人。我们听到了在外面有唐金炮家说用安保，这是我们用的是3角锁的技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杨建平利用肘击的技术，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这个杨建平的教练江华，眼见美国选手负隅顽抗，杨建平彻底杀红了眼，继续全身力量抱起美国选手，直接给他来了一招过身摔，犹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般，将对手狠狠地摔向地面。现场的华人观众看到这一幕再次沸腾。这是我们看到古典教里头很漂亮的古典人，现在这个杨建平用一个剪刀腿。此时美国选手就像是待宰的羔羊，被杨建平不断蹂躏，在自己家门口被打成这个样子，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此时杨建平拿到后背把位，他也不用锁技降服对手，就是抡起拳头砸击凯文，真是又霸气又解气。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把自己这个颈部可以说紧紧的护住，他也怕这个杨建平利用我们说断头台那个锁他的头部。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适的体位和机会想锁对方，因为现在凯文米歇尔，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米歇尔是利用一个3点支撑的位置，因为你不能用膝击打我的头部。他很聪明，今天美国的凯文米歇尔采用的是地面的防守技术，一个进攻一个防守。此时美国选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要输得太难看。硬撑到了第2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但接下来他将面对的是更加暴躁的中华虎。比赛进入第3回合，杨建平越战越勇。作为主动进攻的一方，前2回合不断的进攻对他的体力没有丝毫影响。杨建平火力全开，连续2个顶膝把凯文顶的是一脸蒙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在今天比赛里面，他的防守确实非常的出色，尤其是地面的防守。
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杨建平的这个地面技的主动进攻，还要欣赏到凯文米歇尔的地面的防守技。木村锁啊，包括这个断头台啊，包括三角锁的进手，但是都没有施展成功。你看，凯文米歇尔又采用这个地面防守啊，我不给你打战力，这也是为了延缓杨建平的这种进攻力量。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真的希望这个杨建平在今天比赛里面能够施展更多的巴西柔术，我们说的那种断头锁啊，是吧？你或者利用这种三角锁的技法来制服凯文米歇尔，让他拍地认输。在这个 MMA 比赛里面有这么几种这个比赛战术，一个 KO 对手大家就知道了，那么 TKO 包括净获胜，还有一种就是对方主动的拍地板也好，拍你的肩也好，我3下认输。还有一种就是由医务监督认为本场比赛双方不能再进行比赛了。明知道必输无疑，可美国选手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不断朝着杨建平压境。但杨建平在站立对抗时非常灵活，一边后撤诱敌深入，一边打防守反击。他抓机会的能力堪称恐怖，总能恰如其分的给对手造成暴击。现在这个杨建平要知道，对，我就是我，让对方倒地之后，我下一个进攻动作是什么？我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爆缠的技术，我制服你。这是需要杨建平要提高的，因为你毕竟要参加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那场比赛也是 MMA 的竞赛规则。今天杨建平的技术可以说是力量，包括你的拳法都发挥出来，需要你下面要发挥。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 Dave 说，你不要用头来创对手。再次起身后，凯文已经是强弩之末，而且他的体能也跟不上了，整个人摇摇晃晃，做出来的动作都开始变形。而杨建平且战且退，抓住机会再来一个抱摔。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地面能力多么自信。美国裁判眼看凯文顶不住了，急忙将两人拉回擂台中央，可这也改变不了他被压制的局面。反打因为他的技术非常全面。我们现在听到场面他的队友在给杨建平说，还剩最后的1分钟，要抓紧时间结束比赛。因为这种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只要杨建平这种继续发挥下去的话，我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希望杨建平采用的是一种地面的进攻技术能够获胜。我们说的三角锁也好，断头台也好，是吧？莫顿锁都利用一种地面的柔术的技术来让对方认输，那这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好看。第3回合终于结束，美国选手躺在地上喘着粗气，被全程吊打鼻青脸肿。这一战，杨建平彻底打灭了美国佬的嚣张气焰，在异国他乡展现了中国力量，凭借着霸气的打法，以绝对的优势碾压对手。台下的华人观众热血沸腾，让我们为中华虎杨建平点赞